存相关的东西，像记忆卡什么。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直到现在都是储存设备，那其实也都跟记忆啊、回忆啊有关系。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资讯的都是一个保存记忆、保存照片，只是用不同的形式。从早期的一件资讯是洗照片，然后卖影片，然后到后来的随身碟，然后到最后就是跟着消费者的使用的形态的不同，到变成是iPhone 专用的随身碟。大概是这样子。OK， 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合作哈。对。那时候跟永准就是在合作。这样的合作关系，对，因为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说，永准公司本来就是孔尼卡做孔尼卡创意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就跟云建资讯很深的一个合作关系。然后我们大家对于照片的保留、照片回忆的保留这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份共同的使命感跟情感，所以我想说也一直合作到延续到用手机拍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哦。那接下来我想就请我跟大家聊聊，我们都知道 PhotoFast 是全球第一支做出所谓的iPhone 专用随身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经常说是你发明了这个产品哦。那我想就来聊聊这段发明的缘由故事。当初也我想。大家在座应该都有只记得当初那个什么第一代那个黑白荧幕的那个 iPad， 那我也是爱用者，真的很好用啊！就是说所有的 MP3 都抠进去，然后那个Touch Screen的那个下一首歌、上一首歌大声小声这样子用得很开心。那第一台 iPhone 出的时候，我还有我第一台的 iPhone， 我今天其实没有带来，现在已经被我们公司归在那个产品，就是有产品编号在里头了。那个古董出来。那后来就买不到，就那个时候用的时候就发现，当初用 iPad 很开心啊 ，iPhone 的那时候bug也蛮多的，然后刚出 iPhone 的2G 的时候。然后，它其实那时候最主要强调就是可以有影音功能嘛，就是可以把那个可以看 movie， 就发现光听了什么听音乐就很麻烦，要透过iTunes， 那听影片更是其他格式它也只支援那个什么 H.264 的格式，其他也播不进去。那而且全部都要透过iTunes 这样子，那每一次要弄个东西要 sync 一下弄上来。觉得不是很方便啊，那就是想说，如果说有一个直接电脑插了，直接就可以插进来的产品就不错。也就是我们可能在后面看到我们第一代的 Flash Drive， 其实当初是这个想法，但是产品计划我们提给Apple 的时候，它其实一开始被 decline 那时候我们已经是跟苹果在配合了，后来我们在出了一款 MacBook Air， 是我们第2次出它的 SSD 的时候，它那时候 SSD 改长型的。然后我们做了这款 SSD， 那时候苹果，但我们已经发表了，然后苹果说，希望你不要出这款 SSD， 我们就稍微有抗议一下，就是连续2款产品都不让我们做这样子。那后来最后也很感谢苹果，让我们做我们第一代的 Flash Drive， 然后也独家做了3年这样子。那也这就是后面的产品也就都昨日往事啊。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代 Flash Drive 的原因。我有时候在跟Warren聊的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说：“Warren， 你不断的在挑战苹果的极限哦。”那事实上，Warren都常跟我说，不是挑战苹果，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包含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用苹果的使用者。你看他自己那个古董都还留着，所以基本上是基于一个苹果的一个重度使用者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希望说也可以把他的需求化身为一个产品。然后也带给跟他有同样需求的消费者、使用者，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一点的使用经验。我想基本上是一个这样子的态度哦。对于苹果，我们基本上，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苹果的热爱者哦，那我们都是众多的苹果使用者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想法。那我想接下来再请Warren再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
当初发明了这样的一个苹果专用的随身碟，所以对我来讲我会经常的看到 PhotoFast 有很多的创新的 idea，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 Amber 已经帮我们介绍了，我们不只有一支产品，其实我们很多支产品。那这些创新的 idea， 我想问问看，说Warren你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些 idea 都是怎么来的？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 idea 都很多了，然后碰到使用在苹果上头也很多不方便的东西。其实主要就是苹果是封闭式系统嘛。我们有想到一些，碰到一些不方便，觉得能够更好用的 idea， 怎么样比较跟消费者使用上也可以方便，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想的。我们也听输入或以外在想，我其实是最后做一些把它整合起来，大家意见，然后把它想办法执行出来。那我们一直在挑战我们 PhotoFast 的研发团队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是在技术上头没有办法克服。受限于科技的限制，像现在电池大家也都知道，1天2天就没电了。那其实也是电池的技术还没有成熟到我对我们PhotoFast研发团队就是的挑战，就是说不要觉得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把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想办法push它。我们也常常push iPhone，我们也常常push我们的供应商。产品也是这样不停的不放弃了，所以很多产品做了出来。有的时候，透过这种精神，那可能有些厂商或者是可能也是support我们做很多事情，也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那也只是为什么原因？因为有时候经常不瞒各位，因为我是 PhotoFast 这边的代理商，所以有时候他会把一些 idea 先跟我做一些讨论。那坦白讲，有时候我在听Warren讲一些 idea 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做得出来吗？就是因为他常跟我讲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规格，我就想，iPhone 未来会这样吗？等等的，我其实心里难免都是有一些问号的。可是坦白讲，他通常都在可能1个月后、2个月后，他就真的把东西给做出来了。那我就开玩笑问Warren说，你们怎么会真的把它生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家呢的技术团队呢是分3班制上班，就是有人上早班，然后有人上晚班，然后呢他本身呢上大夜班，所以原来是这样子在 work out 一些把创新的 idea 给生出来。那就是他讲的，可能就是跟Warren 的个性有关，对不对？就是坚韧不拔的个性，然后逼着整个团队把它生出来。OK， 好，那我想说，除了创新之外创新的东西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让它不被抄袭。所以我知道Warren我们的大部分的很多的设计都是有专利的，对不对？对，其实从到5年前，我们在之前如果有注意我们的产品，可能从我们做 Sony 的那个时代，做那个 microSD 转 Sony 的 MS adapter 的时候。就一大堆盗版的。我们后来做插2张卡也是一大堆盗版的。我们还蛮 surprise 一点，那时候我的成本好像是$2美金嘛，盗版可以做到那个盗版做到售价就也是$2美金。那盗版实在蛮猖狂的，然后但是使用者在使用上呢，往往他并不能够使用者在使用上往往不知道，这个是正版或盗版，那品质的不一会影响到消费者。所以基本上我们几乎所有的产品现在有想到的新的技术，比如说先让我们法务团队先把它专利先注册下来，那一方面也保障我们，也保障我们公司不侵害别人的专利，一方面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其实在随身碟，现在现行随身碟。那个现行 iPhone 随身碟，还有在读卡机，我们都有我们的专利。那未来其实还有很多款的产品也在以后再麻烦各位有机会再帮我们报道一下。那我们也都有把一些专利都做下来。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就是我们刚刚除了讲创新之外我自己以代理商的角色来看，就是我觉得 PhotoFast 还蛮难可贵的地方，就是除了创新，还能够不断的
求改进。每一款新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像我们的 App 不断的在更新的版本。那我觉得精益求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对台湾的 user 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为什么呢？因为 PhotoFast 我们从2011年开始第一支产品出来，所以其实已经累积了5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精益求精的经验跟历程，其实是目前市面上其他的品牌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可能大部分的像我们功能同质性的一些产品，可能是去年或者是今年才开始有一些研发的动作、生产的动作。那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5年的时间了哦。那我想Warren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你是怎么样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让自己的产品有更精，每一个比上一代都要更精。精益求精的部分。精益求精。其实也就。产品就是大部分都是，其实啦，都是听消费者的声音。如果有看那个什么，你有看我们的 memory cable 这一次的 memory cable， 其实这一代第一代就已经做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推到现在？其实大家问我们的产品名字叫 memory cable 键3，那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键2，但是。我们在听很多消费者反应之后，键2我们就把它去除掉了。所以其实也不是精益求精，只是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对。这就是我们讲了5年来，我们听了非常多消费者的使用的心得给我们的建议。那其实我们透过非常多的方式，包含我们有客服电话，包含我们有 FB 的直接跟消费者的直线沟通。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收集。Apple user 的一个想法跟经验哦。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一口气发表了3支新的产品。那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在上个月其实已经有在我们台湾已经上市销售的，就是我们的41880读卡机的 Kitty 版本。那另外呢，刚刚 Amber 另外跟大家介绍了另外2支，就是我们的线型随身礼哦。那接下来我想就一支一支的来稍微我们不再重复规格的描述。那但是我想请Warren来跟我们谈一谈每一支商品，它是透过一个什么样的使用经验跟想法，把它给生出来这样的一个 idea 的哦。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支，就是我们这支41880的读卡机 Kitty 版，这个是球球的最爱。OK， 我们的 Kitty 版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会做出一个这样的产品？我重想一下，在8800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有一个疑问问我们说，为什么不把 USB 做进去？在稍微的 size 再增加一点点，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读卡机跟 USB 端都一起了。但是其实消费者真正要它其实只是要一个 iPhone 的读卡机而已。那所以我们就尽量它的风飞壳外形，尽量把它做到最小，然后只要能够插读卡机。只要能够插 micro SD 就好，那尽量也把那个 micro SD 所有能够应用的东西都用进去。像我们刚刚那个 Amber 提到那个空拍机，然后其实现在空拍机 GoPro 是比较多4K 的影片，其实你没有办法存到 camera roll 里头的。那主要原因就是 iPhone 其实 iPhone 也跑不动嘛，那个 mobile 的那个 CPU 没有那么厉害。那有些现在只要4K 的4K 的那种 micro SD 拍的 GoPro 啊，或它的B rate 真的是蛮高的。那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很单纯一点，我们就其实要播放，我们直接在我们不用再到 camera roll， 然后在我们的 app 里头就可以播放，然后或者是直接可以做串流播放的方式就可以看到。那这就是我们想要achieve的事情。那至于为什么跟 Kitty 合作，当然很就是我们前几年发现，我们头3年做完以后，发现清一色买我们产品全部都是男生。那所以我们觉得除了做成一个粉红色的一台以外，我们觉得 Hello Kitty 实在是有它一定的魅力，所以我们就出了 Kitty 版。那我们也很感谢女性消费者，还有各位名人的多报道，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已经达到
对，我们现在的销售族群大概男女的比例是1:1，那比刚开始我们发展出第一支的随身碟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清一色都是男性使用者，所以我想我们也很成功的把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硬邦邦的3C 的配件推广到一个女性的一个市场。希望大家还是推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什么，男生也可以买来送给女朋友。有，刚刚跟那个球球建议我们要推那个 Daniel 版本。小朋友缺现场卡没有？直接看现场缺什么？今天补完。今天补完。OK。那我们聊完了那个CR880 Kitty 版之后，那我们再聊聊我们的第2支哦，就是这支。也是我们今天的新产品，就是PhotoFast Cable， 它是长1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线。那我们来聊聊它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想法，还有它的比较建议我们消费者怎么使用。其实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是做以前洗相片起家的，那可是希望产品能够被备份，相片能够被备份到。我们出第1代的时候，我们出第1代的那个 Memory Cable 的时候，就讲线性随身碟。产品名称是英文啦，然后大家也大家也把它就翻成线性随身碟。那但是我们其实很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备份他的照片。那其实并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有去做相片备份的这件事情。Cloud 很方便，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不习惯把照片放在 Cloud 里头。那有些人他也觉得Cloud 可能有安全性的考量。那我个人是以前有放一些照片在我们的小站里头啦，然后后来也算当年我们的 Cloud 嘛，对不对？那可是后来转到雅虎 Photos 的时候，也照片就不见了这样子。那我相信没有永远免费的储存啦。那或许自己再多一份备份是好的。那当我们第1代推出之后，但备份的时间其实是较长的。那你如果要充电，其实一般充电大部分 user 都还是用苹果原厂的线，所以我们在外形设计上，这一条 Photo Backup Cable， 第一，它的名字就叫 Photo Backup Cable， 所以让大家就知道它的功能就是 Photo Backup。就是用来备份的，对。但所有的功能都还是有哈，虽然你们使用One什么样的功能都有，但是我们比较 focus 在这上面告诉大家。那然后再来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它充电的时候备份它照片，就是因为它长度比较适合都可以，就像你原来那条线，晚上睡觉在床头充电。对啊，就是你就把这条线买来就换那条，那它晚上充电的话就自动会在你的资料。那我想我们今天刚刚 Amber 介绍，除了我们有这支新的硬体，我们也搭配这支新的硬体 cable， 我们有今天也发布了我们的新的 app， 就是叫 iFlash Drive Live 这支新的 app。那这支新的 app 呢，相对的来说，比我们过去的 One 要来得更清楚、简单。我们是针对 photo 的部分哦。那所以也请Warren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那其实One的部分呢，其实刚刚原本在功能上也讲过，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好了。我们发现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说有外接储存媒体，然后内部储存媒体有 camera roll， 他们都搞得专有名词太多了，太多。那One的上面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并不是，而是消费者这一支 app， 我们叫它Live app 这样子。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简单，而是它一个比较亲近于消费者使用的。然后，在每一个我们原来叫外接储存设备的地方，我们插上去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产品的照片给他们看。我们到现在已经大概10几20款的产品。那如果我们用照片显示给他不会想什么是外接储存上面，他一看就是我这条嘛，点下去他就知道就是这里头的内容了，消费者就比较能够清楚一点讲。那另外再补充一下，我们的那个因为是 photo backup 嘛，所以我们在照片的那个有特别做一些enhance。
如果是 video 的话，它也会就像 Facebook 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哈。如果是直接播放，如果是影片的话，它就会直接播放出来。这个不是我的 iPad，所以我怕待会有太多显眼的照片，但是我没有找到什么影片在这里。那个它也可以在备份下面备份啊，你可以它如果是它也可以针对当天做备份，它也可以针对单月做备份，那个月份做备份，然后它也可以以它相机的功能呢，也可以直接拍了就储存进去，然后还可以设定那个手拍的模式，你曝光想要长一点，提供比较专业使用者，所以并不是只简易版，反而它其实看起来使用简单，它功能其实还强化了一些照相跟相片的功能。对，然后那个按钮点过去，你就直接可以跳回我们的3G 功能户还去这样子。好，那我想我们大概介绍了这个我们新的Photo Backup Table， 还有我们的新的 App。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Kitty 是球球的最爱啊。那接下来我要换介绍我的最爱，这支是我们新的 Memory Cable Gen 3第3代的新的线型随身碟。那这支随身碟呢，它本身的特色就像刚刚 Amber 介绍的，它是走向更时尚的外形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编织线的设计。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比如说以这支的应用来讲，我们要建议说，你可以在家里使用或者是外带使用，那方便你你的充电更方便。可是如果说你外出携带，觉得稍微有点长度过长，你比较不是那么方便，那你可能会比较需要稍微短一点的、更轻巧、简便一点的。那这时候，因为你是要携带它出门，比如说我外出开会，或者是我拿出来跟人家谈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希望它在设计的质感上面更具时尚感跟质感。那这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也可以选择像这样的我们第3代的编织线的随身碟哦。那所以也可以请多人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支编织线的细节，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再跟我们大家多说明的地方？那个这么讲，这已经第3代了，所以就之前1代到现在，其实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变化就我们在上面花的变化蛮多的。第一就是线的那个 durance 那很多线使用久就容易断。那我们用了这个 fiber optic 的应该说这个编织的线，编织对，然后它的 durance 要强很多。然后在配色上头，我们也大胆的用红色。那最主要是线的长度啦。其实之前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妥协哈，就长了几公分而已，但是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方便充电多很多。我们第1代的产品是13公分，那现在这个第3代的新的产品，我们加长了一点点长度，就像刚刚Warren讲的，长一点点，但是我们经过很多次的实验，认为说这样的长度可能更适合，更让消费者使用上更方便。我们从13变成了18。它再来保的就是说，iPhone 也配合 iPhone 里面打回那个 iPhone 5的那个钻切的边。那在细致的地方，我们也做很多。有时候钻切切的不好的，那容易刮手啊。那我们在钻切的部分也用比较好规的钻切。那整体的方面，相信产品总是可以有进步的地方啦。那也如果有什么 feedback， 再跟我们说，我们再加油，再推个第4代、第5代出来。谢谢。我想就是刚刚其实Warren讲的点都是听起来比较细微的点，可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质感其实就是从这些细微的地方给累积调整出来的哦，包含长度就差一点点，包含我们的切割钻面的切割，我们多努力了一点点，我想这都是它最后会呈现出来的成品。质感上面看起来就是比我们的第1代要来的更好，我想就是从这个地方给累积创造出来的。我们还有就是为什么一直 focus？ 你看这次就推了2款的线型随身碟出来。我们认为其实现在以 iPhone 或者是甚至到 Android 的随身碟上头，其实最好的
最好的外形应该就是不是一只碟的那个样式，最好的外形应该是这种充电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每一只手机目前的技术大概就是1天或者是2天，如果有可以撑到3天的，哇，高手，就是那个但是就是说那都要充电，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外形、最好的form factor就是用这种线性的方式来做那个 iOS 的形成。好，那我们聊完了我们2款新的线型随身碟，那还有刚刚 Amber 也跟大家预告的，就是我们7月份会有推出这支就是 SD 的读卡机，那Warren你来介绍一下这支。好，我们做完那个CR880，就是我们的 Micro SD 读卡机之后，反应其实蛮好的，也很感谢国内外消费者的喜好。那其实蛮多用户在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推一支 SD 卡的？那原厂 SD 只能单向嘛，这个至少可以双向。那很快硬体就做出来了。那其实我们我们也有目的的把它的上市时间推到7月，也给大家期待一下。我们认为有很重要的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如果是相机使用者的话，其实蛮多用户都是使用 RAW 档的。那RAW 档的更新速度也很快。那不同的 RAW 档，它有不同的 RAW 档，其实不同相机品牌的 RAW 档，其实它格式也常常更新。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功能加进去。那我们正在我希望我们在7月上市之前能够完成。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大部分在使用的时候都是你拍完以后，想要进入 iPhone 就是要把不见得是一个储存，而是想要快速把它分享出来。那你拍好的照片档案，你是否能够把它编辑好，在手机上就做好编辑，或甚至在卡片上做好编辑？那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案子。那希望7月份它现在硬体做好了，大家可以看。那正式上市的时候，我们在软体的部分也可以跟进到。OK， 那最后有一个超级秘密武器。我们除了刚刚介绍很多新的产品，预告了7月份，那我们还要再预告一个，就是9月份我们会有 Max Extreme U3。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U3，就是 USB 3.0的 Lightning 的速度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很多可能都知道iPad Pro 的Lightning 的部分，其实它的规格上面其实已经做到了 USB 3.0的规格。可是事实上，因为很多它的线材什么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格速度可以跟上来，所以其实它的速度是没有办法被呈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Extreme 这支呢，基本上它就是把这样的规格已经做进来了。那我想，我们已经先 stand by 好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就等着 Apple 它什么时候把这样的新规更赋予在它的新产品上面哦。那我想就请Warren再给我们稍微介绍说明一下我们这支秘密武器。其实大家看就是这支 USB 3随身碟，可能大家听的都很印象中已经蛮深刻了。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 Lightning Connector 它的速度就是 USB 2.0的速度而已。那我们一直在应用面，在高速的传输的应用的方式，我们都还有很多的想法。那我们也特别挑，我们希望苹果这边的硬体也跟上。那目前市面上只有 iPad Pro 的是那个专走 USB 3.0的。那我们现在是可以使用，但是觉得等到我们的期待9月。